第47章收获。第1年，乔和他的教授一起工作，一起等待，也互相爱慕。他们很少见面，却写了许多信。老李说，这些信多得让纸张都涨价了。第2年开始的比较悲伤，因为前景似乎没有好转，而且马奇姑妈突然去世了。当悲伤开始减轻时，因为尽管她说话尖刻，他们还是爱着这位老太太。他们发现了一个值得庆祝的理由。乔继承了普拉姆菲尔德的房子，这带来了各种各样美好的前景。这是一处旧房产，但你能卖个好价钱，因为我想你肯定想卖掉它，对吧？几周后，大家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时，老李问道：“不，我不打算卖掉它。”乔坚决地回答，一边抚摸着马奇姑妈那只胖狗。为了纪念它的前主人，乔收养了它。你不会是想住在那里吧？是的，我想。亲爱的，那是一栋巨大的房子，你需要钱来维护它。光是花园和菜园就需要2-3个人的劳作。我觉得那不是贝尔的强项。我说错了吗？如果我请他帮忙，他会尽力学习的。那你希望靠种地为生吗？这听起来可能很田园诗意，但那是一份艰苦而令人绝望的工作。我们的收成会非常丰硕，乔笑着说。哦，我可以知道您说的是什么奇妙的收成吗，太太？孩子们，我想开办一所学校，一所像家一样的学校，让孩子们在那里学会善良和快乐。我会照顾他们，弗里茨会给他们上课。真是个好主意。你们不觉得这对他来说是个完美的计划吗？老李问家里的其他人，他们和他一样惊讶。我喜欢，马奇太太果断地说。我也喜欢。她丈夫表示同意，他很乐意有机会将苏格拉底的方法应用于年轻人的教育。乔的工作量会太大了，梅格一边说，一边抚摸着他那个令人费神的儿子的头。他能做到，而且他会感到快乐。这是个绝妙的主意，快告诉我们所有的细节。劳伦斯先生喊道，他渴望能帮这对夫妇一把，但他知道他们不会接受他的帮助。我知道您会支持我的，先生。艾米也赞成，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了，尽管他很谨慎，宁愿先仔细考虑再发表意见。好吧，亲爱的家人们，乔继续说道，语气更加严肃，请记住，这不是我一时兴起想到的主意，而是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在认识弗里茨之前，我就常常想，等我富有了，家里没有人需要我的时候，我会租一栋大房子，收养一些没有母亲的孤儿，照顾他们，让他们在为时已晚之前过上快乐的生活。我见过许多人因为在关键时刻得不到帮助而毁了自己的一生。我很想为他们做些什么。我会了解他们的需求，理解他们的问题。哦，我多么想成为他们的母亲呐！马奇太太向乔伸出手，乔带着微笑和泪水接受了，然后继续说道，那种热情是他们很久没有在他身上看到的了。有一次，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弗里茨，他说那正是他想做的事情。我们约定等我们有钱了就一起做，愿上帝保佑他。他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我是说帮助贫困的孩子，而不是让自己变富有。他永远也不会富有，因为他手里的钱留不住，很快就花光了。但是现在，多亏了我那位比我应得的更爱我的老姑妈，我富有了，或者至少，我觉得自己像富人一样。如果学校办得好，
我们就能在普拉姆菲尔德过上安稳的日子。那个地方对孩子们来说太完美了，房子很大，家具简单而结实，屋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许多人，屋外也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玩耍。他们可以帮我们打理花园和菜园，那是健康的工作，不是吗？弗里茨会教他们，用他的方式给他们上课，爸爸也可以帮他。我会负责给他们做饭，照顾他们，宠爱他们，责骂他们。妈妈会是我的助手。我一直想要很多孩子，但从来没有足够多。现在我可以让房子里充满孩子，和他们一起玩。想象一下，这是多么奢侈啊！普拉姆菲尔德是我的，还有一大群自由自在的孩子和我一起享受它。当乔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幸福地叹了口气时，全家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劳伦斯先生笑得太厉害了，他们都以为他要中风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当大家能听清他说话时，他严肃地说，我觉得一个教授想开办一所学校，而我更喜欢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很正常。他开始摆架子了。老李说道，他认为这个想法不过是个好笑话。请问你们打算如何维持学校的运营？如果所有的学生都是小淘气鬼，恐怕从物质角度来看，收成不会太好。贝尔太太。好了，泰迪，别扫兴。当然，我也会有富家子弟，也许一开始只招收他们。等学校开起来以后，我再收养2-3个小淘气鬼来取乐。通常，富家子弟和穷人家的孩子一样，需要支持和关爱。我见过许多不幸的孩子完全由仆人照料，还有一些害羞的孩子被迫出人头地，这太残忍了。有些孩子很调皮，是因为没有人好好教育他们或照顾他们。还有一些孩子失去了母亲，而且大多数孩子在青春期都会遇到问题。那时候他们最需要耐心和温柔。大人们嘲笑他们或捉弄他们，把他们赶出视线，并期望他们能一下子从可爱的孩子变成有教养的年轻人。这些可怜的勇敢的孩子很少抱怨，但他们心里很难过。我亲身经历过，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非常关心这些年轻人，我想让他们知道，尽管他们的手脚笨拙，思想混乱，我仍然能看到他们内心那个充满爱意、诚实善良的男孩。而且我有经验，难道我没有培养出一个现在是这个家庭骄傲的年轻人吗？我可以作证你确实努力过。劳力感激地看着他说，而且成功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看看你，一个勤劳、稳重、明智的人，把钱投资在为他人做好事上，而不是囤积美元，而是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但你不仅仅是一个勤奋的人，你欣赏美好事物，享受它们，并喜欢与他人分享，就像我们过去那样。我为你感到骄傲，泰迪，因为你一年比一年好，我们都看在眼里，尽管你不想让我们说出来。是的，当我有了我的孩子们，我会指着你说，先生们，那就是你们应该学习的榜样。引号。可怜的老李不知该往哪儿看，因为尽管他已经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但当那阵赞扬使所有人都转向他并赞许地看着他时，他又感到像个害羞的孩子。好了，乔，我觉得你太夸张了，他说道，语气和他还是个孩子时一样。功劳是你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也许只能努力不让你失望。我必须说，最近我感到有些孤独，但我找到了最好的帮助，所以如果我取得了一些成就，功劳是他们2个的。说着，他温柔地把一只手放在祖父花白的头上，另一只手放在艾米的头上，
他们俩总是离他很近。毫无疑问，家庭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乔喊道，他比平时更加兴奋。等我有了自己的家，我希望能像我所熟知和深爱的这3个家一样幸福。如果约翰和弗里茨也在这里，那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了，他平静地补充道。那天晚上，在经过一番家庭商议，充满希望和计划之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心中充满了喜悦。为了平静下来，他跪在床边那张空着的床旁，充满柔情地回忆着贝斯。那是一个令人惊讶的1年，一切似乎都以一种异常迅速和最好的方式发生着。乔几乎没有意识到，就发现自己已经结婚并安顿在普拉姆菲尔德了。然后，一个由6、7个男孩组成的家庭，像蘑菇一样凭空出现，并以惊人的速度茁壮成长。他们有穷孩子，也有富孩子。劳伦斯先生不断地给他们送来一些身世凄惨的贫困孩子，请求贝尔夫妇收留他们，并主动承担他们的生活费用。就这样，这位精明的老人巧妙地绕过了乔的骄傲，让他接触到了他非常喜欢的那类孩子。当然，一开始工作有些吃力，乔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是聪明的教授成功的引导他驶向了更平静的水域。最终，他们赢得了所有人的心，甚至是那些最淘气的小家伙。乔和他的孩子们玩得多开心啊！可怜的马奇姑妈，要是看到汤姆、迪克和哈利闯入普拉姆菲尔德那神圣、整洁、干净的禁地，一定会痛苦不堪的。毕竟，这种情况有一定的失意正义，因为老太太曾经恐吓过附近的年轻人。现在，那些被流放的人正在享用着禁忌的礼子，穿着他们那亵渎神明的靴子，在院子里大声喧哗，却没有人责骂他们，并在那片广阔的田野里打板球。以前那头犄角断了一只的暴躁母牛常常用冲撞来迎接那些靠近的小伙子。那里成了一个男孩们的天堂。老李建议把它叫做贝尔幼儿园，以纪念他们的老师，并更准确地描述那里的居民。它从来不是一所时髦的学校，也没有让教授发财致富，但它正是乔所期望的，一个为需要培养、照顾和温柔的孩子们提供的快乐的家。很快，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花园里的每一个花盆都有了主人，还成立了一个维护谷仓和马厩的小组。养宠物是允许的。乔每天3次从长餐桌的尽头微笑着看着弗里茨，桌旁坐满了总是带着深情目光、信任话语和对贝尔妈妈充满爱意的感激之心的年轻人。他终于拥有了他想要的那么多孩子，而且从不厌倦他们，尽管他们并非天使。有些人还给教授和老师添了不少麻烦，但是他们相信，即使是最调皮、最厚颜无耻、最具挑衅性的孩子，内心深处也存有善良。这种信念赋予了他们耐心和技巧，随着时间的推移，总能成功应对。因为没有哪个男孩能抗拒贝尔爸爸仁慈的关怀，他像太阳一样持续地照耀着他们，也没有哪个男孩能抗拒贝尔妈妈永恒的宽恕。乔非常珍视男孩们的友谊，那些他们在犯了大错之后，含着泪水低声说出的悔过之词，那些他们向他倾诉的或滑稽或感人的秘密，关于他们的幻想、希望和计划，甚至还有只与他分享的悲伤，这些都赢得了他的同情。有些男孩笨拙害羞，有些呆板滑稽，有些口齿不清，有些结结巴巴，一个跛脚，还有一个快乐的黑白混血儿，其他地方都不接纳他。贝尔幼儿园却收留了他，尽管有些人预言他的加入会毁掉这所学校。是的，乔在那里过得很幸福，尽管工作辛苦，
神经紧张，而且总是吵吵闹闹。他真心享受着这一切，男孩们的掌声比任何赞扬都更能让他感到满足。现在他只给他的那一小群崇拜者讲故事了。随着岁月的流逝，乔有了2个儿子，这更增加了他的幸福。第一个儿子取名罗伯，以纪念他的祖父；第二个儿子泰迪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继承了他父亲高贵的品格和母亲活泼的精神。他们能在那群男孩的喧嚣中健康成长，对他们的祖母和姑姑们来说是个谜。但事实是，他们俩都像春天里的蒲公英一样茁壮成长，而且他们那些粗心的保姆们也非常疼爱和照顾他们。在普拉姆菲尔德举行的众多庆祝活动中，最令人喜爱的活动之一是苹果采摘节。因为所有的马奇一家、劳伦斯一家、布鲁克一家和贝尔一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度一整天。乔结婚5年后，他们组织了这样一次庆祝活动。那是一个宁静的10月天，空气中带着一种令人振奋的清新，刺激着感官，使血液在血管中更快地流动。古老的果园盛装打扮，长满青苔的墙壁上点缀着金光菊和紫菀，蚱蜢在枯萎的草地上使劲地蹦跳着，蟋蟀像节日里的风笛手一样欢快地鸣叫着。松鼠们忙着他们的小丰收，鸟儿在路旁的漆木上啾啾地道别，果树们准备好了，只要轻轻一敲，就会落下一阵红色或黄色的苹果雨。没有人缺席，每个人都笑着，唱着歌，爬上树干又摔下来。每个人都说不记得有比这更快乐的一天，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庆祝场所了。每个人都自由自在地享受着这一刻，仿佛悲伤和忧虑已经从世界上消失了。马奇先生悠闲地散着步，一边引用着涂瑟、考利和科卢梅拉的话，一边和劳伦斯先生聊天，品尝着甜美的苹果酒。教授则像一位健壮的条顿骑士一样，拿着一根棍子当长矛，在绿色的走廊里来回踱步。身后跟着一群男孩，他们组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的小分队，拿着钩子和梯子，无论是从地上捡苹果，还是从树上打落果实，都表现出色。老李则照看着最小的孩子们，用篮子装着他的小女儿散步，把黛西举起来看鸟巢，并小心翼翼地不让爱冒险的罗伯摔断脖子。马奇太太和梅格坐在堆积如山的苹果中间，像2位果树女神波摩纳一样，不停地给送来的果实分类。与此同时，艾米则带着美丽而充满母性的表情，画着不同的人群，并照看着坐在她旁边的那位脸色苍白的骑士。他身边放着拐杖，脸上带着崇拜的神情。那天，乔如鱼得水，她把裙子卷起来，帽子不知扔到哪里去了，胳膊下夹着她的儿子，准备好去冒险。小泰迪似乎受到了某种魔法的保护，因为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坏事。如果乔看到他和另一个男孩一起爬树，骑在树枝上，或者吃他慈爱的爸爸给他的那些苦涩的红色浆果，他也不会感到不安。他爸爸是个地道的德国人，坚信孩子的胃能消化任何东西，从腌菜到纽扣、钉子，甚至他自己的鞋子。他知道小泰德会红光满面、毫发无损地回来，又脏又安静。他总是热情地迎接他，因为乔非常爱他的孩子们。4点钟，他们停了下来，篮子空着，采摘者们休息着，比较着他们的收获和身上的淤伤。然后，乔和梅格在一些大男孩的帮助下，在草地上摆好了桌子。因为像这样一个欢乐的日子，总是以丰盛的下午茶结束。在那些场合，大地简直是奶与蜜的海洋，因为他们不会强迫孩子们坐在桌子旁，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东西，
享受着对年轻灵魂来说至关重要的自由。为了充分利用这种难得的场合，有些人尝试用倒立的姿势喝牛奶，有些人则一边玩跳山羊一边吃蛋糕。他们把饼干随意地撒遍整个田野，苹果馅饼最终像一种新的鸟类一样栖息在树枝上。女孩们组织了自己的下午茶，泰德则随意地从各个盘子里取食。当没有人能再吃得下东西时，教授提议了在这种场合通常会举行的第一个祝酒。上帝保佑马奇姑妈。祝酒是真诚的，因为善良的贝尔并没有忘记他对这位老太太的亏欠。他和其他孩子们一起默默地喝了酒，孩子们已经学会了尊重和怀念这位姑妈。现在，为祖母的60岁生日干杯！不出所料，所有人都热情地回应。一旦祝酒开始，就很难停下来了。他们为所有人的健康干杯，从被认为是这个团体的赞助人的劳伦斯先生，到一只走过来寻找他的小主人的豚鼠。作为最大的孙子，德米负责把礼物送给今天生日的女王。礼物太多了，他们不得不使用一辆独轮车来运送。有些礼物做得很粗糙，但对别人来说是缺点的东西，对祖母来说却是优点，因为她喜欢收到孙子们送的礼物。对马奇太太来说，黛西耐心地给她的手帕缝的每一针都比最精致的刺绣更好。德米做的鞋盒是一件艺术品，尽管盖子盖不严。罗伯做的小凳子腿不稳，晃动得很厉害，但祖母觉得它很柔软。艾米的女儿送给她的那本华丽的书，对马奇太太来说，没有哪一页比小女孩用颤抖的笔记写下的那句“献给我亲爱的祖母，来自她的小贝斯”更有价值了。在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孩子们神秘地消失了。在马奇太太试图感谢她的孙子们并开始哭泣之后，当泰迪用她的围裙擦干她的眼泪时，教授开始唱歌。渐渐的，一些声音像回声一样从树顶传来，直到形成一个看不见的合唱团，唱着老李作曲、乔作词的歌曲。教授和孩子们一起排练过这首歌，以达到惊人的效果。这是一个新奇的尝试，并且非常成功。马奇太太非常惊讶，坚持要和所有这些没有翅膀的小鸟握手，从高大的弗朗茨和埃米尔到声音最甜美的小混血儿。结束后，孩子们又去玩了一会儿，留下马奇太太和她的女儿们在树荫下聊天。我想，我再也不会感到不快乐了，因为我已经看到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贝尔太太说道，把泰迪那只正热情地摇晃着牛奶罐的小手挪开。然而，你的生活和你很久以前想象的截然不同。你还记得我们的空中楼阁吗？艾米问道。她微笑着看着老李和约翰和孩子们一起打板球。我亲爱的孩子们，我很高兴看到他们忘记了工作，尽情地玩了一天。乔评论道，他现在总是用一种慈母般的口吻谈论所有人。是的，我记得他们，但我当时想要的生活现在看来是自私、孤独和冷酷的。我并没有失去有一天写出一本好书的希望，但我可以等待，而且我相信那会更好，因为我可以从这样的场景中汲取灵感。乔补充道，他指着远处那些快乐的男孩们，指着他的父亲和教授手挽着手散步，两人都沉浸在愉快的交谈中。最后，他指着他的母亲，母亲像女王一样坐在他的宝座上，女儿们围绕在他身边，孙子们坐在他的腿上和脚下，仿佛那张在他们看来永远不会衰老的面庞给他们带来了安慰和快乐。我的梦想实现得最好。我曾渴望拥有奢侈的生活，但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在一个小房子里，和一个像约翰一样的男人，
还有我亲爱的孩子们在一起，我也会感到幸福。感谢上帝，我拥有了这一切，而且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梅格把手放在她大儿子的头上，脸上充满了温柔和满足的表情。我的梦想和我以前想象的非常不同，但我不会用任何东西来交换它。尽管和乔一样，我也没有完全放弃我的艺术爱好，也不想仅仅局限于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创作梦想。我已经开始创作一个我们女儿的雕塑。老李说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我同意他的看法，并且打算用大理石来雕刻它。这样，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能永远保留我小天使的形象。当艾米说话的时候，一滴眼泪落在了她女儿金色的头发上。女儿睡在她的怀里，因为她心爱的女儿身体虚弱，害怕失去她是艾米幸福生活中唯一的阴影。那十字架对父母双方都很有益处，因为这对夫妇不仅因为爱，也因为悲伤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艾米变得越来越温柔、深刻和体贴，老李也变得更加严肃、坚强和坚定。他们俩都在学习。美丽、青春、财富，甚至爱情都不能阻止那些最受祝福的人体验到忧虑和悲伤、失去和痛苦，因为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下雨天、阴暗的日子、悲伤灰暗的日子。它正在好转，亲爱的，我对此很有信心。不要失去希望和快乐，马奇太太回答道。这时，可爱的黛西从她的腿上探出身子，把她红润的脸颊贴在她苍白的表妹的脸颊上。只要有你来鼓励我，妈妈，有老李来承担一半以上的重担，我就不会灰心。艾米深情地说，在我面前，他从不表现出任何担忧，他对我体贴入微，耐心十足，而且对贝斯也很友善。他是我的最大支持和安慰，我非常爱他。所以，尽管我背负着十字架，我仍然可以像梅格一样说，我是一个幸福的女人。我不需要说什么，因为很明显，我比我应得的要幸福得多。乔肯定地说，她看着她善良的丈夫和她胖乎乎的儿子，他们正在她身后的草地上翻跟头。弗里茨的头发变白了，而且也长胖了，而我则变得比影子还要瘦，而且我已经30多岁了。我们永远也不会富有，而且普拉姆菲尔德可能随时会在某个晚上被大火烧毁，因为那个屡教不改的汤米·班斯仍然在床上抽烟，尽管他已经烧了3次衣服了。但是，尽管有这些不那么浪漫的事实，我仍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而且我的生活从来没有这么棒过。请原谅我的表达，但是因为我生活在一群男孩中间，我有时会忍不住使用他们的一些词语。是的，乔，我相信你会有丰硕的收获的，马奇太太说道，一边用手赶走了一只正困惑地看着泰迪的巨大黑色蟋蟀。远不及您的丰收，妈妈。这就是证明。我们永远也无法充分感谢您耐心的播种并让我们成熟，乔评论道，带着他永远无法控制的充满爱意的冲动。我希望每年都有更多的麦子，更少的谷壳，艾米喃喃地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河捆，亲爱的妈妈，但我知道在你心里有足够的地方容纳所有人，梅格温柔地补充道。马奇太太激动地伸出双臂，仿佛想把她的女儿们和孙子们都揽入怀中，然后用充满母爱、感激和谦卑的语气和表情说道：哦，我的孩子们，无论你们活多久，你们都不会比今天更幸福。